我尝试分析 MrBeast 目前 YouTube 上订阅第2多频道的影片。这些影片将会分享他是如何利用标题、片头、内容来抓住你的欲望，让它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一个影片的标题和缩图应该要简洁有力的说明影片的内容或者最精彩的部分。看到这个缩图，你会预期当你点开影片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点开影片看看。I just bought this train and it is currently barreling full speed towards that giant pit over there. 哇，是不是和你预期的一模一样呢？一辆火车往着一个大洞行驶。我们继续看下去。We're also crashing countless cars, blowing up thousands of sticks of real dynamite, and even putting 10 jet engines on a car, just to show you the most insane experiments of all time. 你观察到什么呢？是不是很快，影片闪过了许多画面，有了各种特效、音效？影片的片头决定观众要不要继续看影片。如果不符合你的预期，太慢进入主题，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你会很想关掉影片，对吧？看完这段片头后，我想你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吧？没错 ，MrBeast 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告诉你这个影片有什么值得你去看的，而且不仅告诉你影片包含你在标题看到的内容，还有更多你可能好奇的东西。再看看他另一个影片的片头。I rented a $1 million a night hotel room, and I also rented this $1,000 a night cave, this $10,000 a night underwater palace, this $50,000 a night island, and so much more. And we're gonna spend the night in all of them, starting with the world's cheapest hotel all the way in India. 当我们点击影片，他立刻告诉你，他就是影片所说的，花了每晚$100万订的房间，而且告诉你不止这样哦，还有这个每晚$1000的洞穴，$1万的水下宫殿房间，和每晚$5万的岛屿等等更多。他总共花了多少秒的时间告诉你这些？14秒。在短短的时间内，让我们来数数看，他让影片有多少画面的变化。I rented a $1 million a night hotel room, and I also rented this $1,000 a night cave, this $10,000 a night underwater palace, this $50,000 a night island, and so much more. And we're gonna spend the night in all of them, starting with the world's cheapest hotel all the way in India. 大概至少也快15个，平均每1秒钟让你的眼睛闪过这些新奇的东西，能够不近视。你会被它吸引住，接着你开始期待。这么贵的房间会是什么样的体验？会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发生呢？当你还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影片直接进入了主题。我想这些就是观众愿意继续看的原因了，但更大的问题在后头。要如何留住观众继续看你的影片 ？MrBeast 的影片都至少10分钟以下，有的甚至20到30分钟。这时间并不算短，因此只要让观众觉得无聊，观众就有机会关掉影片去寻找其他的内容。我们好不容易钓到的大鱼，可不能就这么放走啊！说故事的能力是他影片成功的关键。MrBeast 会在影片中加入一个目标，就像这个影片，他说他在现实中做了一个威利旺卡巧克力工厂。Willy Wonka's chocolate factory in real life. 所以我们预期他会介绍这个工厂有什么功能，介绍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如何盖出来的吗？这也太无聊了吧！MrBeast 在开头就告诉你答案了。And one of these 10 people is gonna walk away with this chocolate factory. In we go. 10个人中有1个人可以得到整座工厂，是不是在一瞬间影片就变得超级刺激了呢？接下来他安排了各种挑战：1. 捉迷藏，参赛者必须躲在巧克力工厂的角落，避免被发现。2. 爬墙，最后一个爬到上面的人被淘汰。3. 大胃王比赛，参赛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吃完巧克力，避免遭到淘汰。4. 投掷比赛，将曼头珠投入可口可乐的瓶口中，投进的人可以指定淘汰者。5. 保持平衡，就是从旋转平台跌落的人遭到淘汰。6. 是否为蛋糕，让参赛者猜测马桶是否用蛋糕做的，选到蛋糕的人遭到淘汰。最后还有一个决战，决定最后的赢家是谁。参赛者必须在45分钟内做出好看又好吃的蛋糕，评分最高者获胜。应该让整部影片，它正在叙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谁可以得到巧克力工厂的故事，让你不断想继续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挑战？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呢？这些好奇心驱使我们继续看下去，直到影片结束。以上是我的分析，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对你有帮助，拜拜。